迎收看《谈古论今话中医》。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打鼾吗？有些人可能觉得，哇，会打鼾呢，一定睡得很香、很舒服。可是不见得，打鼾是一种毛病，而且呢，还影响枕边人的睡眠。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很高兴邀请到台北、上海同德堂国药号胡乃文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胡医师您好。你好，所有的观众大家好。胡医师啊，我们人活着每天都要呼吸嘛，为什么在白天的时候没有听到人家打鼾，一到晚上睡觉，这个鼾声就出来了？白天也会，是吗？当他睡着的时候。OK。其实不是说白天不会，而是白天的时候，因为人是整个在精神是紧张的状况。因为你第一个站着，这个气道都是通的；第二个就是说，你白天的时候呢，你一直是有精神的状态啊。所有的肌肉啊都是在紧张状态，所以不容易发生打鼾的现象。而睡着了的时候呢，因为你睡着了，所以你的所有的肌肉都已经开始在放松。那肌肉放松，而且最重要的是，尤其是你躺着的时候。那么躺着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舌头是会往下压的，你的这个咽喉、鼻咽腔这个地方的肌肉，本来是一个管子是直的时候是通的，等到放平了，它就上下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压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气道就已经比较窄小。然后再加上全身的肌肉一放松，那这个时候它压塌的机会就更大了。就等于垮了的概念。对，垮下来了。这一垮下来的时候呢，哪个地方的这个空气流通不够顺畅，而那个地方的肉又特别软的话，就可能因为空气的进出，以至于打动了这个地方的肌肉而发出噗噗噗的声音，这个就是打呼的声音。所以比较重要就是说，其实是因为肌肉松了，一个肌肉松弛了。那么你假如说任何时间都是一种很紧张的状态，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呼。如果是这样来看，睡觉的时候因为松了嘛，它的那个通道变窄了，那所以相对进氧量也会变小嘛。对，所以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什么心血管的疾病嘛？是的，因为这个进氧量啊，就是氧气在进来的少的时候呢，空气里头氧气能够放到血液里头的就少了。是。于是这个少了呢，甚至于脑里面所得到的氧也比较少了。本来氧气应该在这个血里头啊，应该有维持一定的压力。是。可是呢，当他打呼或者甚至于有一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这种人呢，那他的这个氧气的量呢，就几乎已经低到不够用了，是直到也应该98到100之类的这个百分比的结果呢，它到了也许只有80啊，或者80多一点点这样子的这种氧气的压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之为缺氧。所以就会造成生命的危害嘛？缺氧不一定完全会说是造成生命的危害啊，而缺氧呢，有的时候人当他醒觉的时候，这个氧气都补足不过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疲倦。所以你看，很多人睡醒来以后都会觉得好像还迷迷糊糊的，因为脑里头氧还不能够立刻充分的供应到。不只是起床之后还会因为它已经是长期的缺氧的话，就麻烦了。所以最简单的改善方式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是可能平躺容易打鼾，是不是就改侧睡会好点？所有的人平躺的时候都比较容易。所以呢，你看当你的就是跟你睡在你旁边的人，假如他打呼的话你可以从旁边就怎么样，让他的头偏一下子。他这样偏一下子，第一个他是会有点醒觉，第二个呢就是偏了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气管的这个就是这里的这个咽喉跟气管这些地方它的结构的关系，你一偏的时候呢，它就拉正了。本来变扁的变拉正了，这个时候就不打呼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暂时的听不到他打呼，可是等一会儿他又因为习惯又变仰躺的时候又来了，因为毕竟他的那个整个生理状况没有改善，他只是暂时性。暂时性。有人说是不是过敏的人容易打呼啊？
这个是这样子啊，讲鼻子过敏或咽喉过敏的人，他所谓的过敏，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血管比较来的充血，比较这个血管的充盈度比较高啊，甚至于这里的肉呢也来的比较肥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它这里血液充满，那么那个肉呢就来的所谓的暂时性的发炎的状态，所以呢，它会来的就是里头的积的水呀，什么东西都多，于是呢就比较来的肥厚，因此这种人他的气道就不顺，因此也就容易打呼。是，那另外还有一个人家也经常提到，就说，肥胖的人他是不是更容易打呼？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因为肥胖的人他所有的结构都来得肥厚，不是只有他的肚子肥厚或者其他地方，而整个的结构的关系。所以表面上我们要快速的改善这个打呼的状况，可能第一个就是减肥咯，然后第二个侧睡一下，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的哈。可以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你肥胖的你就减肥，减肥的话不是说减重而已，是减肥。所以减肥呢，就是说所有身体的脂肪的量都要把它给变得少一点。另外呢，侧睡当然是一个很好。还有呢，就是例如说他有常常鼻塞，或者说所谓的过敏啊，鼻子过敏啊、咽喉过敏的这种人，那他应该改善这个过敏的状态，所以应该求医来把这些事情改善。是，那打鼾这件事是在那个中医的经络上会可以调整吗？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全都是西方医学的解剖学啦、生理学的这个概念啊。中医他认为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东西啊，第一个他从经络来看这个病情，第二个呢从他的气血循环等等来看这个病情啊。那么从这个经络方面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包含了肝经、肾经、脾经，也就是等于说是足下三阴经，再加上有膀胱经啦、心经啦，以及这个胃经这几个经络，它有问题。于是我们要来改善的大概就是这几个经络。所以我们来看看古时候，也有医生们啊，形容这一种病情，他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气血循环不对了。啊，例如说有一本书叫做《诸病源候论》，《诸病源候论》呢，它把这种打鼾的这种状态，它叫做鼾眠。鼾就是打鼾啊，眠就是睡觉，就是打鼾的睡眠叫鼾眠。鼾眠这种症状呢，他说啊，是一个人呢，他睡觉的时候咽喉这个地方有声音，就叫做鼾眠了。那于是他就解释他的道理，因为诸病源候论就是讲病的这个来源。那所以呢，他说人的喉咙里头呢，气在这个地方往上往下这样子跑动。那么气血呢，假如说是调顺的话，就算是睡着了，它也不会妨碍到它的这种宣畅度。可是当你气不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冲击到咽喉而发出声音来，所以冲击咽喉而作声。气不和是指什么意思？气不和就是说气已经不顺了，这个和就是顺，就是这个冲和的意思啊。它现在不能够冲和，所以呢，这个时候气就不顺，气不顺呢就做出声音来了。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5、6条经络，就是只要有其中有一个卡住了，就会有声音。而刚刚讲的那个经络呢，是跟舌头最有关系你说舌头连着的，舌我在这个在生理解剖学上来看啊，它里头的那个肌肉是非常的，就是非常丰富，有侧的、有直的、有横的、有斜的等等，它排列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舌头是非常灵活，所以有人叫它叫做3寸不烂之舌，就是因为它灵活度非常大。可是呢，它也带了非常多的经络，包括了肝经、肾经、心经、脾经、膀胱经、任脉等等等等都在里头了。那么刚才讲的这个诸病源候论里面呢，除了讲说是气血不和以外呢，还有一个事情，他就是说肥胖。他也是讲肥胖。他说人一旦肥胖的话呢，他的气血就很沉而厚，叫沉厚沉而厚。于是呢，他会压迫而使得喉间的这个隘道啊，就是会狭隘下来。
啊，喉咙这个地方的这个气道变狭隘了，变狭隘的时候呢，于是它就会涩而不利，于是呢就会发出声音来。哦，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把气血调理好，对，第一个气血调理好，第二个就是把肥胖改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中医怎么辨证论治，还是因为个人体质吗？还是有稍稍不同吗？第一个，我们是从气血不和呀，还有什么各种方面来思考它的话，那么有的人他肥胖的，我们中医讲啊，所谓的肥人有痰。就是它有痰有湿，所以呢，这种我们就称之为痰湿而造成的。另外呢，还有就瘦人的话就是有火或者说是血气比较来的瘀阻，就血瘀。于是呢，我们就从血瘀来治疗。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太虚。那么虚呢，很可能胖的人或者是瘦的人都有可能发生。于是虚的人，我们就要用虚的方式来治疗。例如说，这个痰湿的人，我们可以用治疗痰湿的方法的一些药物，例如茯苓啦、山药啦、白术、薏仁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善这个痰湿。再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血瘀的，血瘀呢，你就可以用到像是丹参、丹皮、桔梗之类的这种去血瘀的这种药物，那么都可以改善它。假如说是气血不足，当然像四君子汤之类的这种处方，那么这个病情也多半都可以改善。那肥胖的呢，要彻底清除这个脂肪，而不是只有肉而已。对。肥胖的话呢，它就是痰湿嘛。所谓痰湿，我们就从痰来痰，你看，例如说我们治疗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子叫二陈汤。二陈汤里头放了2个陈药，一个是陈皮，一个是半夏。那这2个药呢是越陈越好，就是放的时间越久越好，所以叫二陈。陈皮半夏能够利湿，能够化痰以外呢，再来就加茯苓跟甘草呢。茯苓也是利湿的，所以它就是把痰湿去掉。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痰湿以外，那么假如说你还想让它的痰湿再更多的去掉的话，例如薏仁啦、泽泻之类的都可以放进来。理解。那可不可以透过什么穴位？可以的，然后自我按摩，然后慢慢改善。可以啊，我们有很多的穴位可以用啊。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3个穴位，都是自己比较容易碰着着的这个穴位啊。是，我先讲一下穴位的名字。好，第一个叫做曲池穴，第二个叫做中脘穴，第3个叫做迎香穴。曲池穴它的位置很容易找。就在这个手的手肘上头当你把你的手心向着自己身体的时候，在手肘弯弯的那个凹陷的位置，就这么轻轻的压按下去就可以了。有一个会酸酸的，对，就会觉得酸酸的。那么这个觉得酸酸的时候呢，你甚至于可以多揉一下子，然后把这个鼻子跟呼吸道，你让它故意的深呼吸，动它一下子。那么这个时候，中医学上特别叫它做动气疗法这样动一下子。你说一边按一边一边按一面，故意让鼻子深呼吸动一动，然后让咽喉动一动，因为它这个是这个大肠经的穴道，但是大肠跟肺相表里，所以这个穴呢压了以后，可以使得鼻子这些地方跟肺有关系的几个部分都调动了。再来第2个穴道，我们来讲中脘穴。中脘穴呢，它是在什么地方呢？在胃上头但是呢，我们要找的时候，它是在肚脐往上4个指头，也就是3寸平放。对，平放，像我现在这样子放在肚脐，肚脐又叫做神阙穴，神阙穴往上4个指头。在正中心的位置，这个穴就叫做中脘穴，按下去。对，中脘穴呢，它跟胃有关系。那么这个穴呢，它能够祛痰，能够治疗打鼾。所以它是怎么按？就是往下按，就轻轻的这样子按，而且可以稍微轻轻的不动的揉，不往旁边动，就这样在这个位置不动的这样轻轻揉一揉，这就可以达到祛痰，而且呢可以止鼾的。这会不会有感觉也可以帮助消化？对，没错。因为感觉这样按好像有感觉有蠕动的感觉。是这样的中脘穴本来管就是胃的意思，我们叫胃这个地方就叫做胃管就叫胃管。那么中脘呢，刚好就是胃上面的一个穴道，所以它可以治胃，因为所有的穴可以治局部的那一个位置的所有的病。
再下来呢，我们再谈一个迎香穴。迎香，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它可以使得鼻道非常的畅顺，所以呢可以迎来香气，就是可以闻到香气。当然可以闻到香气，也可以闻到臭气，是一样的意思啊。但是它叫做迎香，它在什么地方呢？在皮一旁开5分的地方，所以5分就是1寸的1半。叫做5分差不多1.2公分。你讲1.2公分，这还不完全正确，因为你这是用的西洋的寸。我们中医呢有中医的寸，中医的寸就是同身寸。我的人长得高，我的同身寸就来得长；我人长得矮呢，我的同身寸就短。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我自己同身寸的5分。那同身寸5分？同身寸，我们一般来讲，所谓同身寸，就是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男生用左手，女生用右手的中指这样子圈取起来，在中指的这个位置有2个横纹头。就是横纹头的这个长度就叫1寸，1寸的1半就叫5分。而且影响我们自己来找的时候，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找，不是把它压到鼻翼，而是压到这个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吸气有点受阻，那个穴就对了。迎香穴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使鼻子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好，舒缓鼻黏膜发炎，使得充血状态就缓解了，就不容易打鼾。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缓解的，就是每天按它可以。每天不只是缓解，而且真的能够治病。因为我们的这个穴道穴道你不要把它给当作只是缓解的，或者说临时的，它其实所有的中医用的这个穴道，几乎都是不止缓解，而且可以治病的。是。那有人说，是不是可以透过舌头的训练，然后让这个舌头变得，至少比较那个像年轻人的那个这样子的话，这样的讲法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想法其实舌头是可以训练的。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讲过，舌头呢，它里头的肌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它的肌肉有直的，有横的。也有侧的，所以呢，一个舌头它要怎么动都行，就是因为这么多的肌肉，而且它的肌肉算是最发达的那么这个舌头的肌肉，我们也可以训练它，然后呢，使得舌头不那么肥大，也可以变灵活而瘦一点。那怎么做呢？可以把舌头尽量往前伸，用力往前伸，然后往前伸的时候呢，再尽最大的努力往左。往右这样子运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使舌头的灵活度变好，也可以使舌头不那么厚，以至于呢不会压到气道，也就不容易打鼾。那讲到这里我们也替观众朋友再问一下，那么日常生活可以做哪些好习惯啦，或者养成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可以避免这个打鼾？其实养成一个好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容易就是容易有气道比较肥厚的这个现象的人，多半都是虚弱的或者太胖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怎么样让这个胖改变、虚弱改变？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适当的、规律的这样的运动。所谓适当规律，那也就是说每天都做的，而且呢是不要太过度激烈的，也不要过度的这个就是轻松的，就是要做。然后呢，再来就是吃的时候呢，不要喝那种就是太含糖量特别丰富的那种饮料。你知道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厂商他们的饮料呢，那个糖可以说是几乎整个饮料的1/3到1半，那也就是相当的多所以这个是不好的。这种饮料，当然那种饮料也容易让人变肥变胖。另外呢，就是睡眠充足，再来呢就是避免食用像是安眠药啦、镇定剂啦之类的这些个神经用药。为什么这些药呢？它可以使得你睡得太过于沉了，以至于连推都推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也容易得到这种打鼾。而另外呢，就是侧睡，因为人一侧睡了的时候，气道又重新恢复它原来的那种畅通状态。还有呢，就是
改善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了，这是胃酸过度的分泌，以至于贲门这个地方呢，它有的时候突然的松开，让这个胃酸往上逆流。还有呢，不要抽烟啦，不要喝酒啊，这些所有的状态都已经改善了的话，我想打鼾的机会就少很多了。我收到一个观众的来信询问，就说，会不会是因为他鼻塞所以容易打鼾？是鼻塞解决了，打鼾就不见了？没错，鼻塞可能会打鼾，但是呢，鼻塞打鼾主要的是因为你张开嘴来呼吸，其实它还是舌啊等等这咽喉啊等等地方是压着了，所以鼻塞的人呢，你把鼻子治好，这也可以。可是我在中医学上，我常常用中医的一套理论啊。中医其实不是只有气血啊、循环等等这些循环而已，它还有呢，它的气血可能在左边多，在右边多，或在上边多，在下边多等等的。那么大部分呢，这个血液循环总是在上边的时候呢，这上面的这个咽喉啊，或者是食道啊，它的这个组织等等就会来得充满而胀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容易打鼾。那么我用中医的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让这个气血循环往下走，不要总是在上头。什么样人总是在上头？就是有一种病叫做上盛下虚这种病，这就叫做气老在上头啊，在上盛下虚。或者还有一种病呢，上热下寒，就是热老在上头，寒啊在下头是寒的。那么这种人呢，你可以让他的气往下走。往下走的方法，在中医药有药物可以让它往下走像是比较重症的药物，例如磁石啦，例如石决明啦等等这些比较重的药物，它们可以把气往下走。还有苏子也可以往下走，所以也就古时候有一个药方子叫苏子降气汤，以前有一个药方叫做黄连汤，这些都是让上面的气往下面走。这个时候呢，上面的气就不那么盛了，就改善了打呼的现象。那另外呢，假如说你说我就不愿意吃药，有没有办法呢？也有，就常常按压你的脚底的涌泉穴，就可以使得这个气往下走了。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困难去老是压这个穴，对不对？所以我就建议可以让这个脚呢，常常在打光脚的时候，在一个石头上面踩一踩。所以在台湾有很多地方有所谓的健康石头步道，那么你可以在那个石头步道上面常常走一走，使气也往下压了。这个时候这种病情也能够被治好。是，今天非常感谢胡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啊。就是其实打鼾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也的确是造成人家的困扰，包括旁边人的困扰，包括自己的困扰。说不定去旅游的时候，你还不敢跟别人一起睡觉呢。所以今天呢，透过胡医师的一些妙方呢，我们可以来做试试看。我想打鼾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再次谢谢胡医师来到现场，谢谢全球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次再见。